Hello，各位水瓶座的朋友们，各位昂富贵，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呢，这个影片呢是要给水瓶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不好 ？OK 哈。首先呢，我感觉这2到3周，不知道为什么水瓶座的朋友们呢，特别跟这个老鼠呢有这个我不知道是缘分还是怎么样就比如说假设最近你可能刚好有人会送你什么米奇米妮老鼠的一些什么可爱小饰品或者是最近呢你刚好就去迪士尼乐园玩，或者是你本身就很喜欢，像我桌上也有老鼠嘛就是这种很可爱的这种装饰品或者是这些小小的一些小物我个人会感觉最近你应该会觉得收到这些礼物或去买这些可爱的饰品会觉得蛮开心的 OK 哈。然后呢我会感觉某部分的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这个老鼠就是你们家如果是做生意的话那特别你要去小心有关于这个鼠患的问题。OK 好，就是有的人你们是真的会遇到讨厌的老鼠但是有一些人呢，你们会遇到喜欢的老鼠，每一个人状况不同。OK 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对，然后某部分的这个水瓶座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你们家可能会有水管的问题是跟老鼠有关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所遇到的生活环境或者是工作状况不同，这个部分就提醒你们稍微注意一下。OK 好，那第二个呢，要给这个水瓶座各位昂贵的朋友们的讯息是呢，不好意思，我帮你们瞧一下这个画面，这样可能看清楚一点点。OK 好，不好意思好的感觉画面很满OK 好，然后呢第二个要给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最近我觉得你很适合跟这个五颜六色或色彩很缤纷的这种能量场做结合。比如说假设我要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裙子是彩虹裙，或者是独角兽的颜色也可以。像那个独角兽，比如说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种独角兽的图案呢是白色的嘛，然后屁股是那种彩色的，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的那个尾巴。OK 好，所以呢，我觉得最近你只要呢是幸运小物，或者是比如说你周边刚好有一些饰品，或者是比如说像桌布可能是这种七彩缤纷的我个人会感觉这个能量场呢会让你重新有充电的感觉，所以建议你在饰品颜色搭配上面或者是你指甲油可以10支都不一样我个人会感觉你会感觉到这种能量场会有回复这种电力会饱满的一个感觉，好不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想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协助你达到这样子五彩缤纷的这个状况。OK 好，然后最近有一些水瓶座你们会特别喜欢泡澡，你的直觉是对的甚至我可以看到有的人你们的泡泡球是粉红色的。OK 这个时候好好去泡澡，我感觉最近你的身体好像也需要到水里面去做一个充电，好吧 OK 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会觉得最近如果假设在家里你们有一些人是想要买新的盆栽的你有可能是在看那种叶子是尖尖的叶子是尖尖的，不好意思我对于植物没什么太大研究，就是叶子是尖尖的，不是那种圆圆的我个人会感觉这种形状的植物呢特别吸引你，好吧 OK 我会觉得有一些人你们可能有风水顾虑上面的问题，所以你可能不想买那个，可是你心里很希望买这一株盆栽回家。OK 好，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吧。我相信你的能量场跟你的意愿还有跟这个植物的这个结合，我会觉得风水上面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吧？有些人是因为风水，有些人有一些顾虑。OK 好，然后呢，我会感觉甚至有一些人你们会买仙人掌。就是可能小小的仙人掌可能放在比如说办公桌放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都会成为你这2到3周的选择，好吧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在进入今天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2024年的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的线上试听会即将又要展开咯。如果呢你想要来学习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转化你的思维，突破限制性的框架以及信念，甚至呢你想要摆脱这些旧有重蹈覆辙的模式以及习惯，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宇宙小学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听会呢是举办在台湾台北6月9号的晚上8点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体验怎么样来参与小学堂的课程，以及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也都会在试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想要来参加报名跟体验的同学们呢，欢迎你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都会把
把详细的资讯跟连结附在上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宝剑十啊，宝剑十对哈。然后呢，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也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丰盛跟富饶。OK 哈，好，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呈现，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希望我带到你。然后这边不好意思，我要再插播一下哈。某部分水瓶座的朋友们，最近如果你的手很干，非常会有可能会裂开、会流血的一个状况 ，OK，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个护手霜啊，或者是一些滋养的这个部分，要好好照顾自己 ，OK， 好，那请稍后呢，给我一点时间哈，好。噔噔噔噔，OK， 好，我个人会感觉哈，水瓶座的朋友们最近在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我感觉是很明显是人呐，哈，就是可能跟你追求梦想跟目标可能有关系，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但是我觉得那个比例偏少 ，OK 哈，我觉得呢，这2到3周哈，你交手的这个人际关系呢，我要怎么说？你们会前面吵吵闹闹，后面就和好了。我觉得蛮有趣的哈，这个吵吵闹闹，我直接来跟你做解释啊，好，不然你这样讲你也听不太懂，好不好？来，好，这个是你的挑战牌卡宝剑十，我把它在这里哈，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等一下一起再做解说哈，因为它是你的挑战，所以在这2到3周，等一下再一起互相说明。来，这个过去的能量场，你收到的是 illusion 呢，然后还有这个钱币2，然后还有这个钱币1 ，OK 哈，我个人会感觉呢，在过去跟你交手的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哈，我会认为哈，你现在在过去的能量场就已经有点不是很高兴哈，不是很高兴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个钱币2加这个钱币1象征的是钱币3，意思就是你可能考虑拆伙，你可能不想跟他合作，或你不想跟他和好哈，都可以哈。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你看哦，这是2个钱币，这个钱币上面呢是有一个爱心的。OK， 然后这个是银色的爱心，这个是红色的爱心哈。这边呢，他们叫我解释这个颜色给你听哈。这个红色的爱心比较有点像是你热爱的部分，白色的这个爱心呢比较有点像是你不喜欢的部分。我们就举例来说明，比如说你在工作的这个场合，就是有一个同事 ，OK 哈，没办法，你就跟他同一组，或者是没办法，他就是你老板哈，类似像这样。你们这个合作在过去，我个人会感觉哦，你是有一点就是不是很高兴啊，或者是可能想离职啊，或者是可能跟他吵了一架。所以呢，你觉得这份工作呢，就是很喜欢，是因为它是你的专业哈；不喜欢就是这个老板有时候可能太固执，或这个老板可能讲话太犀利，或这个同事太懒惰哈。所以呢，在这个你这个纠缠之间呐，你就会觉得这一场合作啊，对你来讲哈，我这样说吧，有些人你们会感觉哈有点失望，或者是觉得看不到希望；有一些人你们会被这样的状态去蒙蔽。蒙蔽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应该是我不适合这份工作吧，应该是我人际关系我就不擅长沟通吧。你们会有几个不条路线的水瓶座会跑出来哦哈，所以呢，有可能你会觉得对这个状况你不乐观。第二个状况，你被眼前这个状况蒙蔽了真实的一个状态 ，OK， 这比较深哦。所以水瓶座的朋友们要想一下，什么叫做我被表面这个东西蒙蔽了内在真实的状态？可能不是你沟通能力不好，可能不是这个同事讲话太犀利，可能是因为你玻璃心，所以他随便讲2句啊，你可能就是生气，好，类似像这样，所以我才会说你可能会被表面的东西蒙蔽了这个真相。好，还有另外一派的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呢，我会觉得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我觉得，这个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哈，我为什么会说你们前面吵吵闹闹，后面会和好呢？就是因为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呢，你们要经历过这样的分离再合起来，分离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哈，但我会这样讲哈。你们才会看到你们惺惺相惜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讲，水瓶座的朋友一定会打我，谁要跟他惺惺相惜啊？OK 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这样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比如说这个跟你共事这个同事，他就是很懒惰，他讲话很犀利，可是他上台发表的时候他很行。你呢，可能比较委婉哈，但是上台发表你不行哈，可是呢，你后勤的这个资源能力很强。
就是你们一个是在台前，一个是在台后啊，那一个是比较柔软，一个比较刚毅哈，类似像这样，所以我才说啊，你们可能要经历过这个打打闹闹，你们才会看到彼此互相的这个价值感哈，或者是呢，就是才会惺惺相惜说啊，原来我们是新英雄惜英雄啊，之前可能是一个误会 ，OK 好，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你可能不太懂哈，这个要你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哈，所以过去可能是在这样的状态，就是还没有来到惺惺相惜啊，哈，可能就是相爱相杀的一个状态，所以现阶段的能量场呢，你抽到的是权杖9，还有权杖这个公主，然后还有这个宝剑五，我先把这个放下来一下哈。这个权杖9呢，加上这个权杖公主，象征的就是权杖10。OK 哈，然后呢，这个权杖9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你注意看哦，这个权杖9是长在这个很像悬在上面，然后下面有一些树干或树枝，这边呢是有一对情侣哦，在这个权杖里面，在里面恩恩爱爱哈，这个权杖公主呢是冲过去的。我个人会感觉哈，你跟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会有2种到3种状况发生，我都尽可能提到，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哈。第一种，你们2个人原本在这边相爱相杀哦，突然来一个程咬金哈，反而呢你们2个其利同心了哈。就有点像是说，我的妹妹我可以欺负，别人不可以欺负，类似像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个反而会让你们就是共聚在一起，然后这个会其利抗金，那什么其利什么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好，类似像这样子哈，就有点类似像这样。这是第一派的水瓶座，第二派的水瓶座的朋友们是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你们都经历过互相去挑战。或互相去冲撞之后，就这个冲撞是你冲他或他冲你都可以，你们才会去搞清楚你们2个人在人际关系当中，你们想要防护的，你们想要捍卫的，你们想要坚持的东西是什么？这是第2派的水瓶座的朋友们 ，OK 好。那第3派的水瓶座的朋友们，你们会经历过这个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当中啊，你才会知道说，原来经营一段人际关系不是简简单单随便说说就可以了，它里面有很多你必须要去拿捏的、去衡量的、去支撑的，或者是去负起责任的。所以这个是第3派的水瓶座的朋友们。那在现阶段的能量场呢，你抽到的是一个宝剑五，这个宝剑五你注意看哦，这是这个女生啊，把这个宝剑3拿着。可是她的手吧抓着这个男生，宝剑2呢丢在地板上。OK 哈，这张牌卡这个宝剑5哈，有点像说哈，我们这样相爱相杀哈，你射我5支宝剑，我射你5支宝剑啊，到最后是有谁赢了吗？还不是就平手，你5支我5支嘛。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你解释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挑战牌卡是宝剑10。OK 哈，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到底这个最关键性的这个宝剑1射出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开我们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我这样讲好了，才能够或者是解开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说可以这样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关键要点。可以让你们2个不需要再相爱相杀，或者是不需要互相对立，这边一定有一个关键点，不是关节点哈，关键点你们要去找出来，这个就是你的挑战，因为只要你找到这个东西哈，这边都不太成问题。OK 哈，还有一件事情呢，这个宝剑10加上这个宝剑5呢，其实说实在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10加5还是宝剑5啊？ OK， 所以我才会说啊，你们每个人各拿5支箭，互相射来射去，那大家的这个几率就是一半一半，都是一样公平嘛，是不是这样说？所以呢，这个宝剑3之所以为什么被这个女生捡起来，就是说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小事去伤害彼此的心。你们可能要能够愿意把这个宝剑2放下，意思就是说，这个宝剑2呢，会让你来到一个就是我不想面对，我不想选择，我不想跟他谈，我不想要跟他和解，我不想要理他。好，这样的状况必须要先放下，你才能够避免这个宝剑3的状况发生，也会避免这个可能有机会持续合作下去的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才有机会进行。如果这2个东西你放不下，你来到这边，我告诉你哈，你就真的是5支射5支了 ，OK 哈，那你就来到那个宝剑10哈，就被定在那里，这个状况就动弹不得。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是因为这个宝剑10是你的挑战牌卡，你只要找到这个关键因素，可以突破盲肠的那个东西哈，我告诉你哦，你1支箭敌9支箭啊。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哈，工具不一定要好，但是它一定要耐用才行。OK 哈，好不一定耐用，但耐用的话可以用的比较久，你可能生存几率比较长。OK， 所以我这样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你这2到3周的挑战，你可能要去把它找出来。你们到底在这边吵吵闹闹，然后那边呢，就是我觉得互相相爱相杀，一定是中间有一个关键点，看你们2个人之间，比如说我举例，你们是为了公平，还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情感，还是为了什么？你去找出那个点之后，我告诉你，这边自然而然它就会有一个解套的一个方法。因为在未来呢，你可以注意看哦，你抽到的是钱币公主，你有抽到的是权杖女王，你又抽到的这个是 Grace。OK， 好，我先跟你讲这2支就好了。这个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哦，这个是钱币，但是它是红色的。
你最终啊，我告诉你，你们这边搞半天演了这个8点档之后最终啊，你在这边犹豫来犹豫去啊，你还是会选择你的最爱的。OK，这个最爱呢，有一点像是说，虽然这个同事很讨厌，虽然这个同事怎么样，但是上次他表现真的很好，让我们这一组得到主管的夸奖。类似像这样，所以你会开始知道说，有些事情我不能只去看他坏的一面，我不能只是因为今天心里自己不爽，就觉得这个人在针对我我就要我也要想办法弄死他，类似像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会跟你讲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情绪或表面的状况，然后错失了看见真相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最终我觉得你很厉害，你很有能力，而且重点是你很棒，你选择了我要看见真相。我想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跟对待这个交所的相关状况人事物，所以呢，你的权杖女王跟这个 Grace 这个 Grace 是有点像是这个女生躺在这一个男生的身上，你看她手上又是拿着一个这个爱心，象征的意思说你会重拾我会觉得这边某部分的水瓶座的朋友们，你们会转换角度，重拾对这个交所相关状况人数找回你的热情，找回你的爱，用不同的观点去看待这件事情，还有对在这个状况当中的交所相关状况人数都保有一份慈悲，就是说我会宽恕我自己以前可能也做不好，我可能也会原谅对方，他可能说话不是有意，但是我就是听了我就不高兴 OK， 所以这边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的水瓶座会迎来一场谈话OK， 这个谈话我觉得应该是蛮重要的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权杖女王 OK 那这个权杖女王呢手上是还有拿着一个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讲醋坛子这边呢这个圣杯代表很多意思第一个我觉得你们在这边吵吵闹闹有可能是因为真的是男女朋友关系可能有醋坛子打翻的这个问题OK 好，然后呢，这边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你是权杖女王OK 你现在呢坐在这边很优雅，你知道有什么事情不要就是见人就打然后见人就骂你开始能够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先好好商量。好吧，我们先坐下来，好好的喝一杯茶我们坐在这里，如果要开战，我们再来考虑要怎么样互相对打所以我会觉得，你接下来未来除了会选择找回热情之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之外呢，最重要的事情，你会让自己稳定下来。你不会再很冲动，对方来什么你就被激怒什么我觉得你会沉稳下来，你甚至也会拿出诚意来跟对方做一个沟通，或者是做一个协商。所以这边可能就像我讲的，会有一段对话来。那有一部分的人，你们是这个醋坛子要自己捧好。好吧 ，OK， 你明明就是一个女王，你坐在这个王位上，你有什么好紧张的？把这个醋坛子打翻呢？这个是醋坛子那一派的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给你的讯息因为这醋坛子呢，不一定是男女朋友，像我讲，除了男女朋友之外，还有可能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工作环境跟另外一个同事竞争，可是呢，你的主管可能对这个同事比较好，这也是一个醋坛子，好吧 ？OK 你既然是女王，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件事情。因为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丰盛跟富饶。OK， 我个人会感觉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双方都会得利，你们会得到一个 win-win 的这个结果。OK， 但是前提是，如果你没有通过这个挑战，你没有找到这个关键，就是你没有找到这个关键的要素，你没有在这边做心态上面的转移的话，那我觉得你要走到这步会稍微比较慢。好吧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提供给我们这个各位水瓶座的朋友们各位昂贵做一个参考，好吧 ，OK 好，那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呢，我都会建议你来看一下，好吧 ，OK 因为呢这个不好意思刚刚这张先调出来这是这一张，然后呢我会建议你留下来看的原因是因为呢。原因有些时候呢，有些讯息说实在的，它必须要前后对照，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我会用这样子的用词，我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讯息去告诉你，好吗 ？OK， 好，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这一张牌卡呢是宝剑4 ，OK， 好，来，这一张宝剑4呢，你可以注意看不好意思，我一直拿错，就是稍微偏一点点，来。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好嘞，这张牌卡呢是宝剑4，你注意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们两个人互相有2支宝剑，跟两个人跟互相有5支宝剑是一样的，你们这样针锋相对没有用的，到底是要打到怎么样你死我活，是不是 ？OK 好，所以坐在这边呢，我告诉你会是一个2败俱伤的一个状况。OK 好，那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这个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我觉得其实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给我有一种意味就是不是那个臭臭的意味，我的意思是说它有意味在里面就是我会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你跟这个人是有点相辅相成的，就是你们个性可能是有点相反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人可能很适合在台前，你很适合在后面做一个支援的一个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可能或许天差地别，甚至你们有一些很小众的这个水瓶座朋友们，你们是有文化差异的，或做事习惯不同的就是风格不同的你会觉得很累。
你会觉得很累，每次要出去都要拿2把剑。OK 哈，那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在这边呢、你们呢这2把剑必须要放在地板上。如果你把这2把剑从过去到现在呢，你都把它插着的话，我告诉你，这一场对话就没得谈了，你们的合作就会一直僵在那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刚刚要我特别指出这张牌卡里面的2把剑的原因哈。然后呢，这张牌卡是一个宝剑3 ，OK 哈，这个宝剑3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个宝剑3，这样你们懂了吗？哈，这个牌卡为什么要前后验证的原因就是在这。你们呢，如果不想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必须要能够有能力，或者是有机会去处理跟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之间的一个关系。OK 哈，因为呢，我刚刚有讲，你们有些人甚至会是因为这个程咬金而变成是同心协力，然后一致向外。OK 哈，所以呢，你要去想啊，我们一致向外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希望我们2个人都受伤嘛，对不对 ？OK 哈，那我们2个互相对立的时候，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有共同的利益在这里，我们都不希望得到这样子不好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就这样讲吧，你们如果在一段合作关系当中，对吧？你跟你的合伙人，他有他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那请问一下，我们2个在吵什么？我们吵的这个结果，最后不是就要做出对公司最好的安排吗？所以这有什么好吵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变成是说，这个对立的局面要放下，这个害怕、伤心、受伤的这个局面，你们要去思考。互相伤害是绝对对这件事情没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要互相伤害，你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存在，你们应该要以那个共同利益最大导向、最大利益为那个方向。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来诠释这个东西啊，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OK 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2个刚刚我有讲，这有2个人啊，在这个权杖9里面哈，你们经历过这一番厮杀，或者是这种对立的这个状态之后，你们才知道在人际关系当中，你们要学习的课题是什么。OK 哈，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一张牌卡要验证的宝剑10，这是一个 Temperance， 这个就是象征人际关系这2个圣杯，你们在交融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取得一个平衡。OK， 如何能够去了解对方的立场，如何能够转换一些想法，这个就是 Temperance。为什么会把2个圣杯捧在手上？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一开场说，这应该是人际关系很重的2到3周，大概有90%的水瓶座的朋友们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你要如何把这2个圣杯这个调酒调得好喝啊？我觉得蛮考验你的智慧的。OK， 因为在未来你目前的这个能量场是权杖4，所以我才会说啊，你们前面打打闹闹哈，互相厮杀一下，但是后面呢，你看给我牵手手啊哈，然后就和好了哈，所以我才会说啊，你没有经历过这一番这样跌跌撞撞啊，或者是吵吵闹闹啊，我觉得你不会去理解我刚刚要跟你讲的这个过程，你不会去转换这个角度，你不会去选择看到好的东西，你不会坚持你的热情。OK 哈，那在未来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世界，是2张哈，来你看哦，你抽到是权杖女王跟钱币女王。OK 哈，这个权杖女王跟钱币女王，说实在我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呢，权杖女王我刚才已经有跟你讲哈，这就是验证再验证了哈，所以你就不要惊，也不要害怕哈。那这个钱币女王象征的就是丰盛富饶，是一样的。所以最终我个人会感觉这2个女王站在你最后的这个能量场哈，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2个都是女王，你们是平起平坐。我刚刚有讲你们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擅长数钱哈，一个人擅长向前打仗。所以我刚刚举例为什么会讲，有一个人是拿权杖向前冲的，有一个人是拿着这个钱币在后面做支援的。所以我会认为你们应该要去了解彼此的差异性，去找出你们的共通性之外的，让这一个你们彼此的优点可以去发挥的更好。我觉得这才是你在这一段人际关系当中可以去学习到的课题。OK， 好，来，接下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给我们的水瓶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好，来 ，Community 啊，来，请注意。你看哦，这个茅草屋啊，里面有一个这什么长颈鹿哈，还有一个长颈鹿宝宝。OK 哈，这张牌卡呢，我个人会有一种感受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宝剑3就是我们互相厮杀、互相伤害，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都是为了要能够，比如说为公司争取最高的利益，不是都是为了这段感情可以顺利的走下去，不是都为了和这场合作可以得到我们彼此都想要得到的利益嘛？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你要能够学习去看一个。我当然不是叫你当一个圣人，但是我会觉得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就是你要能够有大局一点点，或者是以比较大气的状况去看待这件事情。像一些小气巴拉这些小家子气的东西，我们就别管了，好吧 ？OK， 这边你可能要去思考。我觉得要以大局为重，这个也有可能是你这2到3周要学习的其中一项课题。还有第2件事情，他们说呢，你要去想。
你到底该怎么做才会对这其中的，我刚刚有讲嘛，这个能量场里面是有一个双赢的能量，所以这个双赢的能量呢，我觉得你也要去考虑，而不是只想到你自己。好，当然我不是说你自私，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很讨厌对方，我们一定会很愤怒，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但是你可能要往后退一步，你才会去想。跟去看到这个非常重要、关键性可以让你们双赢的这个契机跟因素在这里。OK， 好，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啊，水瓶座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一次呢，在准备做这个双周的时候哈，我都可以感觉这个每一个星座它的这个内在的这个不知道情绪是怎么样哈，就是大部分的人的这个解读都还蛮深度的。OK，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双周可能要麻烦这个水瓶座的朋友们多看几次，或者是等事情发生之后你再回来看，我觉得呢你会更加的了解，好吗 ？OK 哈，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我要给水瓶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我希望呢，水瓶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周找到一些关键的要素，我觉得呢，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不仅成就你自己，也会成就对方，甚至呢会共同有机会朝向同一个方向，好吗 ？OK， 祝福你哦，好，水瓶座的朋友们，非常感谢水瓶座昂贵贵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